旷世大战落幕，基金会13亿资金全部爆仓。各位，大决战时刻来临了！我们这次的筹码非常丰富，不但手里有着能让油价暴涨的利好消息，而且洛菲特先生还追加了3万亿的资金给我们。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开盘后直接火力全开，我要让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涨破400块。开盘重仓做空的散户和机构数量飙升，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正在持续暴跌。报告，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从300多暴跌到了190块了。这股利空消息的能量太大了，目前空方流入的散户以及其他势力的资金加起来高达1万亿，跌到110块一桶了。不错嘛，开盘不到半个小时就把价格逼近100的压力点位了。要不是咱们资金比对方少，这个时候我早就把对方打爆仓了。半小时把基金会和元老哥的联合组织给打爆仓，你以为你是神啊？跌到106块一桶了，只要下跌到100块以下，多方的资金再进场也没用了。然而几分钟过去了，价格始终徘徊在100块附近，没有再继续下跌。基金会的资金入场了，砸的还挺多，我猜这应该是他们最后的筹码了。这个时候还敢砸钱做多，是嫌自己不够败家吗？现在空方的能量这么大，还敢跟我们对冲？它能支撑超过10分钟，就算我说。基金会的操作有点反常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我们有20块新油田的利空消息，除非基金会能再把全球1/5的产能停了，不然什么都白搭。基金会毁了洛菲特家族企业的300多条主要的运输管道，导致洛菲特家族企业半年都没法恢复产能。唉，三金，基金会将一位主神的利益牺牲成这样，这次你恐怕赢不了了。基金会还真是看得起我，这么搞就是为了灭掉我一个小小的大夏商人。你赶紧平仓吧，这个利好消息基金会还没公布，等的就是你资金入场之后，准备把你给一次性弄死。就在两人通话的时候，一则新闻席卷了全球的金融圈。洛菲特家族的300多条运输管道遭到不明破坏，暂时无法使用，维修好的时间将十分漫长，预计要半年内才能恢复。消息一出，再次炸翻了整个金融圈。300多条运输管道全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很明显，这是为了对冲骆驼国那边的利空消息做出的反击。这次做多的庄家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居然能让洛菲特家族不惜停产也要力挺到底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招啊！这让原本在100块钱徘徊的国际原油期货再次回归到200以上的价格。报告，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到210块了。把我们手里的所有资金全部砸出去，我要一口气结束这一场战斗。国际原油期货涨到250块一桶了，各大仓位告急，国际原油期货再次飙升，压力位太大，我们的资金根本压不住半点涨幅。分析师预测这波利好消息能让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突破到400，甚至是500块一桶。金总，已经有1/3的账户到了爆仓警戒线了，怎么办？要跑吗？先暂时按兵不动。对方发动总攻了，密密麻麻的买入单直接将整个盘面全部占满。11亿张的买入单，整整有5000张。5万亿的做多资金，我这是见证历史了。现在多头庄家加起来的资金量已经有13万亿了，还怎么与之抗衡啊？涨势太恐怖，已经到400块了，难道真的要涨到500了吗？两大杀招齐出，还真是看得起我呀。金总怎么办？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不到收盘之前，我们就得全面爆仓。我们还剩下多少钱？2万亿，这是最后的筹码了。一点点砸进去对冲，你要做的就是撑到停盘之前不爆仓，其他的我来想办法。是，所有账户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对冲，给老子最少撑到下午停盘前。港城霍家别墅，一众大佬全部齐聚于此。扑街基金会对付一个小辈，居然动用这么大的能量，简直太不要脸了。三弟这次估计是不行了，今天这场期货战就要彻底落下帷幕了。霍老哥，你后悔给三金做担保吗？给三金筹集的商战资金，全都是霍英雄用自己的信誉担保的，一旦输了也要承担损失。呵呵，那可是基金会，能让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崩溃、轻易破产的基金会。三金让他吃了好几个闷亏，又逼得主神们亲自下场，动用了巨大的力量才把三金给打败。打到这个地步，你们难道不觉得已经是扬我国威了吗？在我看来，基金会已经输了。不要忘了，三金今年还不到30岁啊！一众大佬皆沉默不语。时不与我大夏，若能再给三金20年，何人还敢与之一战？金总，原油期货的价格已经涨到490块一桶了，要不我们还是平仓吧，继续坚持下去。我们筹集来的8万多亿，连手续费都要不够了，突破500块了，70%的账户接近爆仓警戒线，我们要顶不住了。此时，诸葛婉儿和诸葛尊来到公司。三金做到这一步，你已经尽了全力了，撑不住的话就别硬撑了，损失我们自己扛。放手吧，这种级别的资金量，这种堪比核爆级的利好消息，这是天塌了，人又怎么能跟天斗呢？三金，我相信以你的实力，绝对能在2、3年内东山再起的，我们可以等你。看着安慰自己的二人，三金心中流过一丝暖意。谢谢你们，放心，撑不住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硬撑的。可是，霍大哥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三金啊，
听说你那边不太顺利。目前有部分账户已经开始爆仓，压力拉满了。期货这块我不太懂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句话：无论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，我们这群老家伙都会站在你这边，所有损失我们自己扛，不要有压力。你郑大哥还有2位何大哥也是这个意思。三金眼眶瞬间红了。霍大哥，你告诉几位老爷子，我用我的性命保证，不会让他们失望的。金总，82%的账户接近爆仓警戒线了，另外已经有5%的账户爆仓了。好消息是，国际期货市场的上午收盘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能稍微喘口气。你们防守的不错，对方的主力资金基本上全都被拉入场了，大家去休息一下，吃点饭，准备下午的大决战。吃饭？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情吃饭啊？走出大厦，三金拨通了一个电话。林教授，准备发公告吧？半个小时之后再发，我还有一些事要处理。很快，三金来到了沈奥的总督府。三金，你不在公司指挥战斗，跑我这来做什么？沈总督，我来是想让大夏赚一笔外快。什么意思？国际原油期货马上就要大降价，我希望沈总督去说服上面，赶紧趁高位出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三金，做人要脚踏实地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不要耍小聪明。你小子想让大夏帮忙出货压低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，可以直说。上次我说粮站要来了，有人信吗？你没开玩笑。您觉得我有时间跟您开玩笑吗？您还有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去出货，记住了，一定要全款现付，哪怕便宜点也要把储备的货全卖了。油价将在半小时之后跌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地步。言罢，三金直接走人了，留下沈奥在原地犹豫不决。马德，拼一把！没多久，到了下午开盘的时候，金总，我们这边的压力还是持续拉满。不过很奇怪的是，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并没有暴涨，甚至还有微跌，似乎是哪个国家大量释放了原油储备。我刚刚去劝沈总督放货了，是咱们大夏的货。可是就算大夏放货了，我估摸着也只能稍稍压制，等这波货放完了，后续还是会持续暴涨。如果没有其他利空消息，的确会像你说的那样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有什么利空消息？骆驼国就算再发现20块油田，也抵消不了洛菲特家族企业全面停产，还有5万亿资金入市的天大利好能力啊！这个零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慢啊！另外一边，风红阳怒气冲冲地来到沈奥的总督府。沈奥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是你把货全卖了的！风老爷子有话好说，别动不动就喊人小兔崽子行吗？好歹我也50好几了，老子都86了，在我面前你就是个小屁娃娃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你小子的总督就别干了。说实话，三金那小子来告诉我原油肯定会暴跌，让我出货，我鬼使神差的就信了他。现在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都快破600了，有人甚至说它能破1000，你500多就卖了，得亏多少钱啊？就当我这次上当了吧，一切损失由我自行承担。你承担得起吗？总督快看电视，国际金融频道。打开电视，就看到鸿蒙实验室的负责人林坚正在接受采访。林教授，据说鸿蒙实验室在原油产能方面有了重大突破，请问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们实验室找到了高效采集页岩油的办法。您说的页岩油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页岩油类似石油，使用起来差距并不大，只不过页岩油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开采难度极大，所以并没有被广泛使用。但是它的整体含量比现在已经发现的石油还要多1倍。您的意思是，目前页岩油已经可以取代石油了吗？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相关专利，并与世界前50强的石油企业进行了合作。这50家企业的产能相当于现在石油产能的1/3。未来，页岩油将跟石油一样，成为国际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页岩油开采技术，这是能把现有的原油格局都改变的技术啊！看来油价真的要暴跌了。页岩油开采技术的问世，让所有金融人士都蒙圈了。页岩油，这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三金实验室半年前就开始搞的东西，会到现在才公布？这种大利空对于筹码进出的罗斯二人来说，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报告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开始暴跌了。妈呀，每刷新一下就暴跌10块钱。新闻出来仅1分钟，国际原油期货就直接暴跌到了100块。罗斯先生，我们控制的账户85%已经到了爆仓的警戒线，如果不补仓的话，很快就完了。洛菲特先生，我们需要资金补仓。你是嫌我死的不够彻底吗？洛菲特家族高层现在正在开会弹劾我，要求换新的家主。这下你满意了，基金会满意了。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到12块钱了，正朝着历史最低点快速前进。跌破10块了，现在价位到9块钱1桶了，比历史最低点还要低了。上帝啊，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这样惩罚我？爆仓了，罗斯先生，我们的账户全部爆仓了。商王府中，商银整个人如同死机了一般。10万亿啊，这可是商家袁老格全员把家底掏了个干干净净才凑出来的阴谋，这绝对是三金部下的一个大阴谋。袁老格完了，商家完了，全完了。还没完，我还有最后一招。